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继续给大家讲《龙珠 Z 赛亚人篇》的故事。上回讲到，悟空以牺牲自己为代价，好不容易打败拉蒂兹，就在小伙伴们出神之时，悟空的身体突然消失。比克则表示肯定是天神那个家伙干的，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。经过大家一番分工，布尔玛负责研究改造探测器，光头则负责收金龙珠以复活悟空，比克则带悟饭去修行，以应付1年之后的危机。小伙伴们都非常担心，比克一撇嘴，我只是想收这个孩子当徒弟，绝对不是想当什么保姆的。说完就带着悟饭飞驰而去。画面一转，天神带着悟空的肉身出现在阴间，并希望阎王恩准他去拜见界王开个挂。阎王则表示，刚刚到这的拉蒂兹已经被我一顿收拾丢去地狱，不过悟空本可以去天堂，既然执意要以身犯险去见界王，那便去吧。随后就派遣向导送悟空去往蛇道。悟空坐着向导的车，很快就到达蛇道的入口。向导则表示，界王大人是位于全宇宙所有神仙之上的尊贵之人，只要通过这条100万公里的蛇道，就可以见到他。不过，要是一不小心掉入旁边的云朵，就会永坠地狱。悟空听完，告诉向导，让他下次看到占卜婆婆的时候，告诉他，让龟仙人这一年先不要复活自己。随后就飞入蛇道。同一时间，比克带着悟饭到达荒郊野外的一条小河，并随手将其丢入水中，让他自己清醒。悟饭醒后感到非常害怕，哭着到处找悟空，却被比克吓得瑟瑟发抖。想我3岁看新闻联播，7岁读人民日报，10岁就当上武道杠，你怎么还是只会哭？能不能成熟点？随后经过一番沟通，比克告诉悟饭，悟空已经牺牲，不过很快就会被复活，而为守护地球，自己需要悟饭发挥潜能，一起战斗，以应付1年之后的赛亚人危机。说到这，比克暗想，我比克大魔王想要洗白，必须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呀。悟饭则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战斗潜能，也不想当什么武道家，只想当一名根正苗红的学者。比克则本着实践出真知的态度，抓起悟饭直接丢向远处的大山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悟饭突然大吼一声，爆发出小宇宙，并施展出一招超人拳，直接将前方夷为平地。比克见后暗自惊叹，心想这小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。悟饭更是不敢相信，不过还是表示自己很害怕。比克大怒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怒斥悟饭，我的孩子怎么可以这么软弱，并催促其赶紧脱掉上衣开始修行。没错，修行的第一课自然就是为期半年的荒野求生。随后比克就这么飞走，只剩下孤单的悟饭。这一切都被天神看在眼中，他发现比克似乎和以前有所不同。换作从前被他所杀的人，魂魄应该无法超度，只能痛苦地飘荡在空中，但是拉蒂兹却出现在阴间。或者比克察觉到自己只有1年寿命，1年后要么天神寿终，要么比克被赛亚人干掉，所以他才想做出一些改变。回到悟饭这边，他正在撒尿做记号，突然被一只怪兽发现。悟饭边跑边喊着救命，可惜无人问津。怪兽则在后面穷追不舍，眼看就要被咬到之时，悟饭一握拳，突然出现在高处。劫后余生的悟饭发现自己在悬崖之上，随即大哭不止。晚上，悟饭蜷缩着身体，饥寒交迫。一阵风过后，地上出现一对苹果。虽然附近并没有苹果树，不过这都不重要。一口咬下去，哇，好酸呀！我想吃包子，我想吃烧麦。远处的比克看在眼中，这保姆真是不好当呀！你咋不上天和太阳肩并肩？龟仙屋这边，大发明家布尔玛终于修好探测器，开心的像个傻子。随即用龟仙人和光头进行测试。这时，一个拿着50刀的胖子通知小伙伴们去神仙处修行，还告诉大家暂时先不要复活悟空，因为他要在阴间开挂。光头一听，哇塞，我也可以当男一，得道成仙，走向人生巅峰的吗？就在这时，小伙伴们看到远处寻找悟空和悟饭的琪琪二人，不由万分紧张。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经过一番沟通，二人得知悟饭已经被比克大魔王带走，而悟空更是已经死翘翘后，琪琪直接晕倒。晚上正在尿尿的悟饭发现天上的满月又大又圆，自己的影子也变得又长又宽，不由心生感触，随即变身巨猿，开始疯狂破坏，嘴中还不断喷出气功炮，没过多久就把周围夷为平地。大惊的比克想到满月会引发赛亚人的变身，随即用一招气功波摧毁月亮，而悟饭也变回原样。之后比克更是拔掉悟饭的尾巴，并重新送给悟饭一套衣服和一把剑，上面还印着一个大大的魔字，妥妥的在宣示主权呀。随后比克便飘然而去。转眼就是半年过后，悟饭终于不用再挨饿，变得和贝爷一样，没事就摘点果子烤点肉，补充一点维生素。远处的比克看在眼中，不由发出慈父般的笑声，哈哈哈，不愧是我的孩子。同一时间，在神仙处的小伙伴们也在进行着严格的修行。炮灰雅木茶更是自信地说道：“以我们这个阵容，赛亚人根本不足为惧。”
正所谓配角死于话多，难怪他之后会第一个被杀掉。不过这都是后话。回到悟饭这边，比克本着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原则，正式开始对其进行疯狂虐待。只见悟饭冲向比克，施展出一套狼牙风风拳，结果被一脚踢飞。随后比克更是学习电王杨永信，本着孩子不电不听话的原则，发出一招10万伏特，把悟饭电得倒地不起。画面一转，悟空经过半年的长途跋涉，终于到达蛇道的尽头，并发现在不远处有一颗星球，上面有房有车，目测已经实现全面小康。悟空纵身一跃，施展悟空术，随即却被重力吸到地上，无法起身，很不适应。艰难起身之后，作为资深吃货的他，看到一棵苹果树，就准备去搞点吃的，却发现身体重如千斤，根本就爬不上去。就在这时，身边突然出现一只体态轻盈、行动自如的猩猩。悟空一看，哇塞，这种情况下都可以健步如飞，这肯定是界王大人呀！随后一同嘘寒问暖，表示希望可以跟随大人修行。之后更是跟着猩猩学起星步，最终还不时发出叫声。就在这时，旁边出现一个小胖子，经过一番沟通，悟空得知这才是真正的界王，而猩猩则是他的宠物巴本鲁斯。悟空赶紧放低姿态，请求界王教他武功。不过界王是一个和蔼可亲还爱讲笑话的神，他要求悟空让他发笑，才肯带他修行。但是因为笑点太低，很快就被悟空逗得捧腹大笑，并解释界王星虽然不大，但是重力却是地球的10倍，而修行的第一课就是克服这个重力。随后悟空就拜在界王门下，开始他的搞笑修行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小孙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